进来。衣服没换，鞋子也没换，专门等我回来伺候。不就是回来晚了一点，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可爱，你看看他。 害怕了？怎么不叫我的名字了？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父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没心没肺、虚情假意的女人！只要你关心我多一点点，也许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你告诉我，请你告诉我。嘘。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接吻？就是当一个男人深深地吻着一个女人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也要好好的回应这个男人。这2年来，我吻过你无数遍，但是你的舌头、你的嘴唇， 从来没有一次好好的回应过我，就好像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一样。所以我刚才才会说，你爸会骂你不敬业，我还会想，你爸爸应该是一个很贪钱的人吧？今天是他的忌日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是报应吗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叫你不要侮辱我爸，你听见了吗？ 而且你心里清楚，我是被迫把自己卖给你的，莫少谦。
最近有没有去看你舅舅啊？他还好吧？给你的。我每一次回来都会给你带礼物，你每一次都会开开心心的拿过去。今天怎么了？谢谢。不打开来看一看？我帮你打开。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看电影，那个女主角戴着这个戒指，当时你说了一句：“戒指又大又漂亮。”所以我专门定做个一模一样的送给你，戴上看看。太贵重，我怕我不配。去哪儿？不陪我吃饭了？嗯？我今天要去工地看工程，然后去我舅舅家吃饭。不过，我会很快赶回来的。我不喜欢女人对我耍小脾气的。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。你也有父母，你也很爱你的父母，对吧？我也是。来啦！舅妈。哦，回来了。啊，哟，雪儿回来了。舅舅。看你，星期天还上班，太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？你看你，这么没礼貌，穿睡衣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啦？又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己家里人嘛。珊珊，舅妈，哎，我刚发了工资，这钱你拿着。哎呦，你还给我钱啊？哎呀，有这么多啊！小雪啊，你看，自从你爸爸妈妈走了以后，你舅舅把你领到我们家里来，本来是应该好好照顾你的，可能是家里你住着也不舒服，还让你搬出去住。又说这样的话，雪儿上大学，不住学校住哪儿？那大学毕业了呢，总该回来住了吧？这不又搬到什么朋友那儿去了吗？反正啊，舅妈就觉得没有照顾好你，收你这钱啊，我觉得心里有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好吗？舅舅，我帮你做饭吧。哎，雪儿，妈，你们老给姐姐脸色看呀？我什么时候给他脸色看了？我疼他还来不及呢。雪儿，你舅妈就这么个人，她的话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。其实啊，你舅妈是不知道和你怎么相处。当年你爹妈去世的时候，我们把你接到这个家里来，整整半年时间，你是一句话都没说，整天坐在那阳台边上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舅妈都慌了。舅妈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没事的。对了，舅舅，我想问你件事。说什么事儿？我爸生前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你爸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得罪人呢？也是，我爸是天下第一好人，舅舅，你是第二个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突然想到一个疯子，有感而发吧。舅舅，今晚还有客人吗？没有啊。你是哪位啊？同学，你找我姐姐啊？雪儿啊，
这位莫先生说他是你的朋友。是你男朋友吗？好帅啊！你坏死了，叫男朋友都不告诉我。这位一定是雪儿的舅舅了。是。您好，我叫莫少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不请自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帅帅，倒茶。啊，莫先生请坐。好。雪儿啊，你请男朋友到家里来，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呀。舅妈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去吧。瞧我这记性，本来今天晚上他有生意上的朋友要应酬，我答应了陪他去吃饭的，可我又答应了舅舅回家吃饭。是我不好，你就原谅我，不要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舍得生你的气啊？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走吧，现在去陪你的朋友还来得及啊。哎，雪儿啊，你忘了今天是你父母的忌辰哎。再说了，你男朋友第一次到家里来，怎么样，大家也应该坐在一起吃吃饭、喝喝茶呀。嗨，死者已矣，也就是找个借口大家吃个饭的事儿。我说，生意场上啊，最要紧的就是守信，失约了可不好啊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那你慢慢走啊。啊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舅妈，第一次见面，这是我的见面礼，不成敬意。哇，好大好闪哦！不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不能收啊！如果舅妈不肯收下的话，我怕同学会更难受的，是不是？舅妈，那你就收下吧。叫你收你就收着呗，别小家子气了。哎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呀，真是让您破费了，谢谢谢谢啊！不用客气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饿了要吃饭，你再敢问一句，我就忍不住要上去尝一尝你舅妈的手艺了。哎，你老马，开车。好。还记不记得这个餐厅？下车。从家里去你公司，这条路是最近的，但是你宁愿每天早起半个小时，宁愿坐别的路线的公交车，宁愿绕道多花一点时间，也不想经过这个餐厅。我就是怕你会忘记。所以今天特意带你过来，跟你吃个饭，提醒你一下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老妈，老妈，我求求你，你开车！李小姐，你开车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掉了！放开！老马，开车。好。莫先生、童小姐，你们回来了。
要准备晚餐吗？我不吃了。莫先生，没事，你休息吧。我有点不舒服，今天请你放过我一晚上好吗？你忘得了那餐厅，但是你应该忘不了这大床吧？脱。人的记忆很奇怪，有些事情你会记一辈子，但是有些事你很快就会忘记。所以我特别把这张大床搬到你的卧室，好让你的记忆历久常新。请你出去，请你放过我好吗？我不知道我今天做错了什么，把你给惹了。我从来都猜不透你的心，我也没这本事。我只求你今天放过我一晚上，我求求你。你真的猜不透我的心？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，怎么会猜不透呢？2年了，原来我还没有这个本事，让你喜欢上我那么一点点，我是白疼你了。我请你出去，我求求你。你凭什么求我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来还债的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连当我的佣人都不配。出去，请你出去。看来你的记性真的很差劲，又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，那我就重复一遍给你听。你最好乖乖的，别惹火了我。也许有一天我厌倦了你，我会让你走，否则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就算我厌倦了你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以后我都会乖，好不好？告诉我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别的男人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够痛了，这样的痛，能不能让你专心一点？够不够？那个男人是谁？我。那个你在梦里面一直喊着名字的人是谁？你每天给谁折那玩意儿？啊！不要！回去睡觉。可爱，你踩坏了我的纸鹤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不过你放心，很快我就会消失。
很快我就会存够了钱，然后远走高飞，永远离开这里。陈伯伯，少谦，你岳父终于出手了。怎么了？我跟你医院那个项目，他以总裁的身份是暂停了，说是什么项目里的资料不达标，是暂停还是撤资不知情啊？说是暂停。我看呀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所以最好是回来一趟。我知道了。童小姐，童小姐，该起床了。是不是要我下去陪他吃早餐啊？莫先生已经走了。走了。是，童小姐该起床了，不然上班要迟到了。怎么样？不然您请假休息一天。不要，我要去上班。喂，莫先生，童小姐已经出门上班去了。知道了。你老是绷着一张脸干嘛？没有啊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冷冷清清的，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，我很开心呢，哈哈哈。生日快乐！他们都是你请来的吗？生日快乐！你真坏。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对，让这个生日惊喜。哎，你不能喝酒的，你酒精过敏。啤酒没事儿。听好了，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许走着回去，都得抬着回家。陈后忍了10年，还是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比他沉得住气。你爸什么时候让你插手过问集团的事情了？我要休息了。10年夫妻，咱们见面数都数得过来。好不容易见面了，我就想跟你说说话。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10年假夫妻而已。我们的协议不是说好了吗？如果我中途毁约，或者泄露了协议的内容，我就会放弃所有财产，还有院中的职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跟着合约走。怎么了？现在你倒受不了了？如果你受不了，就对外宣布我们根本没有领过结婚证吧。是，我是拿我爸出售末世、遣散牧师老员工跟你做调解。你这10年也的确遵守协议，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跟你做真夫妻，想做你身边的女人。10年来我一直在努力，希望哪一天你能爱上我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别装了，晚安。莫少谦，对嘛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你说什么？新婚之夜你要搬到客房去睡，传出去你让我怎么做人？是想让我丢脸，还是想让我父亲丢脸？我们实在没有感情基础，我真的做不到跟你睡同一个房间。对，要不是你爸，末世早就被卖掉，所有的员工都会被遣散回家。这个人情我认了，我也同意了你提出假结婚的这个条件，但是一开始我已经向你坦白，我并不爱你，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是趁虚而入，你是委曲求全了？我警告你，莫少谦，别在我面前假扮大老板。你现在副总的头衔，也是我爸看在我的份上。你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。我还要提醒你，既然你已经把自己卖了，就卖得彻底一点，也讲点职业道德，不要又想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。骂够了没有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这才是你的真面目是吧？你也太会装了。莫少谦，要不我搬走，要不我们就这样过，大家一起痛苦一辈子。莫少谦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都不好过吧。好，就让我们大家都不好过吧。不过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准备10周年庆典，到那天，你我都得装。小仙，慢点，别喝了，我不小心把你电话给接通了。来，寿星，再干一杯吧！来，就是啊，喝多了。哎，小山，来，快！哎，快点，快！快，我们等你，快点啊！让我过去。你就是那个萧山呐，月莹，你这不就是那干嘛呀？哎，萧山，快走了，走，赶紧。怎么，你认识他吗？我可不认识他，怎么着？他是你们的朋友啊？都是研究生，我们不一个系的。哎，这是他女朋友林姿贤，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的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们是朋友。你和他本科到研究生，到现在还是出双入对的，还装什么呢？同学，好久没见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们也认识啊？是啊，我和萧山还有同学以前都是本科同学，只是毕业后就再也没见了。萧山，你也很久没见同学了吧？就这么巧啊！我们设计系去年被派到他们单位实习，我就是这么认识的同学。原来你们是同学啊！这是同学的同事刘月莹，今儿是她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！来，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，来，人多热闹点，来一块坐。来，服务员加2套餐具。同学，我们一起走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对啊，我不小心把你电话给接通了。来，进来！
爷，是我。姑爷，老爷爷想请你去商量一下10周年纪念晚会的事儿。现在过去吧。同学，好久没见了，快3年了吧？你还好吗？我还好啊。我现在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室内设计师。你呢？我啊，我在一家外企做销售。萧山还在继续读研究生，在外企做销售啊，很好啊，很有前途呢。你这包可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萧山送给我的，今年的生日礼物。你这围巾也挺好看的啊，很经典，不过时。我也喜欢这个牌子的围巾呢，好看。等你吃吧，滔滔不绝的，跟黄河似的。好什么？这么肥啊，让人家怎么吃吗？哼，得了吧，吃个羊肉还这么多人伺候你，哎，还说不是一对儿，谁信呢？是啊。快给我卷！哎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喝一个。寿星公，敬你一杯。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冷静啊？快，敬下寿星公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多喝点，多喝点啊！最爱拥抱着你，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相爱时光，你和我紧紧偎的情景，我们的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，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，爱与不爱谁能决定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烫着了呀？我没事。这样够吗？还是有一点。月莹，我刚想起来，我明天要交给工人的图纸，有些地方弄错了，我得回去改一下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搞定的。你们玩吧，我先走了，回去加班。飞越千山，心默默呼喊着你。好怀念，怀念以前一起跟孙博喝酒的日子。他还好吗？他还好吧？上个月，他儿媳妇刚生了儿子，他回家抱孙子去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我看你一个人走不放心，所以就跟着来了。你怎么可以撇下林子贤一个人？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我还不快接！喂，刚才你打给我，有什么事？是吴波，刚才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不小心按了拨号键。在哪儿？刚吃完饭，马上就回去了。我回去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跟谁在一起呢？这么着急挂电话？没有啊。男朋友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再见。再见。舍不得就快去追啊！去呀！什么回去加班？就知道你在撒谎，一路我都跟着你呢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人家不就是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伴吗？一再说了不是女朋友。你就跟散了架似的。我知道我没出息。当时呀，幸亏没有地洞，要是有个地洞，你就钻进去了。我就应该拿个镜子，让你自己照照你自己的样子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手在抖，脸色发白，连声音都不对了。你以为你是唱戏的呀？你又不是苏珊珊，你以为你演戏就能拿国际大奖啊？我知道我很丢脸，对不起。你丢你的脸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今天跟我说的那个男朋友，跟萧山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。你果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你到底是跟那个萧山曾经拍拖过呢，还是你暗恋他呀？然后总是想着自己会跟他在一起。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。原来是初恋情人啊！大学没毕业，我们就分手了。之后，再也没见过面。当时我以为，我很快就可以忘掉的。不就是初恋吗？每个人都有初恋，都可以很快忘掉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表白呢？再说，我看他也放不下你。本来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过得就不开心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？月影，不要再问。
童小姐，吃过饭了吗？吃过了。莫先生来过电话了，问您回来了没有？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刚才跟哪个帅哥在一起啊？玩得这么开心？哪有什么帅哥啊，就是一个同事过生日，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而已。是吗？谢谢你把工作还给我。等你没工作，整天无所事事的，我也没什么可以摆布你，那就不好玩了。你认识我们公司的股东吧？我还以为你会很有骨气的把那工作推掉，没准儿还会闹辞职什么的。我能跑去哪儿啊？你神通广大的，不管去哪儿都是跑不掉的。说你笨也不笨，没错。不管你去哪儿，不管你去哪家公司上班，就算我不认识那个股东，只要我喜欢，我可以直接把那家公司买下来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人。我知道。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我有点困了。晚安。萧山，萧山，萧山，萧山。这女的叫刘月英，大学毕业，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初级设计师。母亲早逝，父亲是个暴发户，家里很有钱。啊，最近他倒是没和那个莫少谦见面，莫少谦回家去了，和他老婆搞了一个10周年纪念日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啊，那要我再继续查下去吗？查人隐私其实是种挺讨厌的事，我也不喜欢，但是迫不得已。只好请你继续查下去了。行，那我有什么知道的，我继续告诉你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哟，好帅气啊！我今天特意买的。特意买来加班穿的呀？哎呀，我是骗你的，今天不加班。你又想怎么样？今天让你陪我出去看看帅哥散散心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你别想讨价还价。这次的帅哥是个运动健将啦。菲菲啊，女的？什么呀？穆振飞。哦，是她呀。你也知道她呀？隔壁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名气都传到我们学校来了。大一的时候我就听过她的名字，风头最劲的时候，竟然逼得他们学校动手改革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的后勤集团呢。那个时候提到穆振飞，就跟提到刘翔、姚明似的，属于偶像级人物。他今天带他的篮球队啊，和咱们学校的师弟打篮球赛。想当年他在篮球场上那个风采呀！3点之前能够把图纸改完，我就陪你去。真的，一言为定。开工！比赛都结束了，都是你硬要改来改去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赶快去看你的小飞飞啊！飞大，上来，切进去，快切进去！
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不矜持啊？快点快点，一会儿我的菲菲就没了。大电话，麻烦你借过一下吧。肥大，啊，电话，你给我。同学，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我的眼睛好痛。你没事吧？呀，流血了。看什么看啊？去医院，先送医院。小姐，急诊室在哪？在那边。谢谢。你真是，我不管你了。谢谢。萧山，怎么讲？刚上去那是郑飞吗？是啊。发生什么事？出了点意外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谢谢。周医生到门诊楼请会诊。周医生，请到门诊楼请会诊。外伤性眼角穿孔，建议立即做紧急手术。医生，那我会不会瞎呀？不行不行，医生，你一定要帮忙，他绝对不能瞎呀！怎么办？你冷静点儿，你这样一闹的话，你朋友不是更害怕了？我冷静不下来。高兴，我们到外面等吧。不，我要在这里陪着同学。你们先出去，到餐厅吃点东西。高兴，你陪他去。走了。我没事。走吧，放心，飞大会照顾他的。走吧。餐厅等着呢。医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做手术？最好马上。那我去办手续了。哦。哎，需要我通知你父母吗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那我去了，马上回来。医生，我眼睛到底会不会瞎呀？没事的，小手术而已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去准备一下。哎，先生。陆小姐，麻烦你一件事，这个信封是里面那个小姐刚刚掉在大厅的，请你交给她。好的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啊，这个信封是你们的吗？刚才有人帮你们捡的。哦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老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人呢？你别告诉我你到家门口了，想给我个惊喜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呀，最近比较忙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对不起，阿姐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我给你姐夫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你都不出现。那我等你们20周年的时候，我一定回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记好了，我跟你姐夫有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呢。这个就是您多想了。我当然希望你们白头到老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几天，姐夫不是一直忙着跟你搞什么10周年吗？他还没过来找我，我怎么给你这个呀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只要查出什么，马上通知我。还有啊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，小心一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医生，住院手续办好了。好的，那我马上给他安排。好，谢谢啊。别害怕啊，
我们会在外面等你做完手术出来。这信封，是一位护士拿进来的，说是我们掉的。是我的。小姐，礼服拿回来了。他在干嘛？在准备吗？姑爷应该在准备了。进来。姑爷，您还没有换衣服啊？会场那边来电话说，宾客到的已经差不多了。今天是您和小姐结婚10周年的日子，迟到就不好了。我是一个佣人，请姑爷恕我无礼多嘴。我是看着大小姐长大的，大小姐心里是有您的，请今晚姑爷不要太难为大小姐了。对啊，迟到了就不好了。你从来都没这么看过我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要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哦哇哦哇哦！真是对璧人啊！好了。下楼吧，别让客人等太久了。好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大家好。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穆先生和莫先生夫妇进场。主流媒体都到了。放心吧，都到齐了。各位嘉宾，大家晚上好。
感谢各位的光临捧场。今天是小婿莫少谦和小女穆永飞结婚10周年纪念日。身为父亲的我呢，是悲欢交集啊。我高兴的是，10年过去了，他们2人依然相亲相爱。少谦呢，在远中做事是尽心尽力，做得非常的出色，已经变成我的左膀右臂。我悲的是，这10年过去了，我也快变成一个没用的糟老头了。那没办法，那人老了话就多。为了不耽误各位时间呢，我也不多说了，就让他们年轻人去讲啊。在此我先敬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干杯，干杯！哎呀呀呀呀！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对不起，先生，私人秘书。干什么呀？我有请柬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很感谢各位出席我跟我太太的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。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谣言止于智者。最近外面有很多关于我们夫妻俩不实的传言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对于我的太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可是很庆幸，我有一个很明白事理的妻子，她让我体会到什么叫风雨同舟。哎，先生，这里您不能进。哎呀呀，干什么呀？我有请柬。再一次感谢各位。你说要当记者会相信他吗？能当上记者都不是傻瓜，就看今晚他们俩的表演能不能过关了。哼，那也得看穆总是不是去了。非常感动，莫先生今晚好像还为太太准备了礼物。这个当然，要不然一会儿回家我就惨了。我帮你带上，来。来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记者在拍照呢。莫太太很感动吧？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这就叫做尽在不言中。石头，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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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好好照顾石头啊，放心吧。恭喜啊！哟，穆董，哎呀，恭喜！少谦这么能干，远中真是如虎添翼啊！您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哈哈啊。莫董、莫总、莫太太，恭喜3位。哎呦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公司艺人。穆董您好，我叫苏珊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刚刚呢，我得了这一届的最佳新人奖，并且昨天跟贵集团签了一份项目的代言合同哦。哎呦，我说怎么那么面熟啊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苏小姐啊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还是你粉丝啊。穆董，您说笑了。真的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谢谢您。莫总、莫太太，恭喜了。谢谢。莫总，我叫苏珊珊。你好。你好，莫太太。莫总，莫太太，恭喜恭喜啊！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哎呀，穆总，娘，
您是？鄙人姓刘，我叫刘亮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关照。哦，刘董事长，请随意。我们公司一直想和远中合作呀，我想我们强强联手，一定会实现共赢啊！刘董事长，今天这个场合不太适合谈生意啊。不走。其实你们公司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每一次都赶上你出差了。我知道你贵人事忙，所以我也不敢烦你啊，我就直接找你女婿了。但是每一次你们的保安都拦着我不让我进，说是你女婿不愿意见我。哎呀，真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求啊！你说谁是小鬼？啊？什么小鬼？谁是小鬼？是谁是小鬼啊？这位先生说什么了我？来，请你离开会场。干嘛呀？哎，干什么呀？啊！这里是社交场合，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不可以吗？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喧哗。谁喧哗了？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啊！我是有请柬的，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，知道吗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这是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没事吧？送这位先生离开。保安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们太没有文化了，太没有礼貌了，太没有素质了！行了，我自己走。我他妈远人集团的啊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吗？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？太没文化了，太没礼貌了，太没素质了！今天拍了多少照片？我拍了1800张，1000多张呢。今天这是。各位记者朋友，你们辛苦了。接下来是私人聚会时间，我们已经安排了包厢，准备了酒席，请跟我去用餐吧。好，谢谢。各位来宾，现在是我们的私人聚会时间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莫先生和莫太太共舞一曲。你送我的礼物为什么不是我想要那盏灯啊？怎么？欧洲定制的名贵宝石项链，你不喜欢？喜欢，可是我更想要那盏灯，你记得吗？那盏灯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纪念。下面竞拍的是一盏古董的台灯，它的起评价是500万，每次竞价呢不低于50万。好，现在开始竞拍。好，550万，谢谢。好，12号出了600万，还有更高一点的了。哇，15号700万，谢谢。700万，第一次。好，21号950万，好，谢谢。哇，15号出价1000万，好，谢谢。21号1050万，好，谢谢。好，1100万，1150万。21号小姐，1150万。哇，1200万，1250万。算了，少谦，不要跟他争了。她是穆氏集团公司的大小姐，从小被人惯坏了，她想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。好，我知道这个台灯你父亲非常喜欢，但是如果不是物有价值的话，你就算送给他，他也不会高兴的。21号第3次成交，恭喜21号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本次的名流拍卖会。这次拍卖会已经到此结束。想让我把那盏灯让给你，为什么？这盏灯我本来要拍下来，准备给我爸当生日礼物的。既然志在必得，为什么不跟我争到底？因为那个老头不让你跟我抢啊？
你怎么那么听他话呢？可不可以让给我？你开个条件吧。是有什么条件你就答应呢？跳支舞要包下整个会所，有这必要吗？因为我不喜欢被打搅，我喜欢一心一意，跟你一样。我今天在拍卖会就注意到你了，你跟别人都不同，你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，你一旦爱上谁就会一心一意，心无旁骛。我也是，一生一世，心无旁骛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一见钟情，非得嫁给你？因为咱俩是一类人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咱们演一出戏，可是我感觉到你眼神里的东西是真的，是我苦等了10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？害你等了10年，对不起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觉得我已经很知足，很幸福了。知不知道怎么样折磨一个人才是最残忍的？就是等他一切都信以为真的时候，再狠狠的一下打碎他的美梦。你永远都得不到那盏灯，因为你不配。记者已经走了，戏也演完了，怎么样？我的演技还可以吧？我一定不会放过围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。莫总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谢谢莫总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你不用谢我，那是公司的安排。也对，莫总日理万机，怎么管得上这种小事呢？莫总跟莫太太真是一对璧人啊！看来外面的那些传闻都是假的，对吧？不过你怎么扔下太太一个人出来了？可别冷落了太太哦。人人都说远众集团的莫总拒人于千里，看来有时候传闻也是真的。莫总，你是嫌我打扰您了，还是瞧不起我这个戏子？说是戏子无情，可也不全是真的。介意吗？请随意。